你看这种情况，谁可以 hold 住方向盘啊？这就是贝塔使用者的日常。软体更新2023 7.20 FSD Beta 11.4.4。那我上次拍完那个智障召唤的时候，2-3天过后我就拿到这个更新，但是我一直以为我没有新的更新，所以现在距离我拿到的时候已经过了3个礼拜、4个礼拜了吧。我开了1年多的，快2年的 FSD Beta 嘛，然后我发现有个现象，就是你刚拿到这个软体更新的时候，它是很不错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几个礼拜后，尤其是一个月过后，然后它就开始很多不应该出错的地方一直出错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跟我耍脾气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，但是每次我看它变成这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应该是有新的软体更新要来了，所以希望赶紧拿到11.4.6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应该不会想要知道我是谁吧？而是一天到晚叫我把 beta 的影片拿出来看。好啦，我相信你有点赞订阅啦，但是偶尔在留言区发个声跟我说 hello 一下，不要一开始跟我讲话就对我要求东要求西的。我不觉得我会对一个刚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对他要求东要求西的吧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就来展示 beta 使用者的一日情况。首先最常见的就是车子占道的问题，像这种情况 beta 就很顺畅的踩在中间线，然后绕过它。那右前方还有另外一台车，有许多人站在它旁边，那以前的 beta 它就会紧急刹车，不过呢这一次它就很顺畅的通过，真是可喜可乐啊。前方也有另外一台车，旁边站了一些人，而且这次车道更窄了。我们来看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他开始掠过中间线，霸占对向车道，然后看到对向车来的时候，就赶紧换回自己的车道。重点是他没有急刹啊。前面又来一台了。通常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都非常紧张，因为他有很大的几率会急刹。那这一次同样的，他踩到对向的车道一点点，然后再返回。至于像这种物品直接摆在车道旁边的情况下呢，贝塔通常都会极大的减速。你看，它现在速度变慢了嘛？这种情况要是后面跟了一台情绪不好的驾驶的话，他肯定会尾送啊。好了，这个是停止标志。那通常要停3秒，它永远都停不满3秒，好不好？然后你看，在这边犹豫不走，然后你看现在又在这边等，不知道在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后面有一台车要跟上了，所以我只好踩电门。那相对的这个也是一样，他是犹豫不决，等了很久。然后我怕后面的驾驶不耐烦，所以我赶紧就踩电门啊。注意看右前方的那台红色的车，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出来了嘛，结果他就突然减速，还好不是急刹。耶稣基督的7个我是之一，我是生命的粮。辅助驾驶启动后会做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马上冲到制定最高限速。也就是这个道路的限速啊，你看，他现在赶紧冲啊！结果呢，突然要左转，然后他就赶快切到左转车道。哎呀，我的右后方还在别的车道上呢。然后他顺利的左转了嘛，但是他又在那里慢吞吞的，不知道在慢什么，所以呢，
我知道踩电门。这个状况更加爆笑。你看，我一下了高速公路后呢，它就要马上冲到制定最高限速。不过呢，我下一个红绿灯就要左转了，然后它现在呢一直冲。你看，如果它现在慢下来的话，它应该就可以切到左车道去，然后在那个左车道的等待区等嘛。但是你看，它就是要抢快，然后又不愿意减速，所以就来不及了。那我看它到路口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？他好像还是不想放弃，要左转。你看，他要左转了。前方的右转，我想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方向盘。你看这种情况，谁可以 hold 住方向盘啊？不过呢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，因为他这样转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检查左后方有没有来车。前面的红绿灯就要左转了，但是我们被一个分隔岛隔在一个慢车道的区域，所以这种情况我是不会怪他的啦。那我们来看他等一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。我现在正在检查，左后方有没有其他的车辆，或是有多少车辆。好了，走了。你看，他又要转了。你看左后方那个车离我那么近，他还要转。然后现在他离我很远，他就不敢切车道。你看，有时候我真的是对他的判断持一个怀疑的态度。前方的左转呢，他最后转进那个右车道，而不是左车道。要是你在考驾照的话，那个教官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肯定给你0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现在又遇到同样的状况，就是这一排车直接停在车道线的旁边，然后没有许多预留的空间嘛。那像这样的情况，有时候我都会很害怕停在路旁的那些车有人走过，那这样子其实挺危险的。但是贝塔他做出的反应也是跟人类驾驶一样，就是他车速会忽快忽慢，忽快忽慢，尽量去观察停在旁边车辆的状况。那这样子呢，又是会惹后面的驾驶生气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得要解除自己去开这台车。踩电门，到这里，因为后面有车。这次的左转，他转进了对的车道，不过呢，他马上又切到右边的车道去。我其实有1.3英里就要左转了，所以我是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啊。应该是想要找我麻烦。不过呢，我想要邀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车道的右方有一个用隔离岛隔出的慢车道。然后呢，他真的就开进慢车道去了。不是等一下就要左转了吗？好啦，帮他减速一下啊。你看，这就是贝塔使用者的日常，每次都要为他这种奇怪的行为吓得惊心胆跳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减慢一点速度。那他现在就顺利的出来了。不过呢，其实他还是试图想要切到左车道去。绿灯了，来冲啊，冲到制定最高限速。不过同一个时间呢，他也是想要切到左车道去，所以呢，我只好手动降低制定最高限速来帮助他。不过呢，时间还是太晚了，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路口，所以没办法，他就是这么愚蠢。
这次绿灯它没有直接冲到制定最高限速，不过呢，你看它的速度就是有点忽快忽慢的啦，可能是在观察左车道的状况。那这样驾驶坐起来就是感觉很不舒服嘛。好了，现在他就顺利的转到左车道，为等一下的左转做准备。不过呢，同样的情况也是一样，就是车道的旁边马上就停一排车嘛，那他就会开始这样忽快忽慢。还好今天后面的驾驶都很有耐心，就是没有做出什么疯狂的行为。来加速一下，看情况会不会改善。这次我的目的地在右前方，然后他就很聪明的转进这个被隔开的慢车道里，然后停下来，而不是停在那个快车道上面。挺聪明的嘛，赞赏赞赏。我们现在准备要下高速公路了。不是下一个出口吗？是这个吗？哎呀，你不要以为你下错出口我就会不知道，我回家打你屁股。像这种邻里，它在出入口之处设置了很多这样的障碍物嘛，看左边右边都有。然后这个出口我不应该停下来，但是它就慢慢的经过。你看，在这边它还是慢下来，所以我希望后面那台车不会生我气，好不好？那他们设置这样的路障，就是希望在这个邻里里面，行驶的车辆可以减速慢行。就都妈得倒回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好了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你不要问我他会不会转成功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就当他是50-50坡好了。因为呢，其实我不想拿我的车去测试啦。看来我老公可是下得不轻啊。好吧，他设计这样的路障，成功的阻拦了特斯拉的车速，好不好？不然照他的个性，像这么窄小的空间，他以前的状况都是直接冲过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东西，如果以后都是自动驾驶的话，应该这个邻里就不会有人在这里飙车。后面没车。记得我在10.69的完结篇有展示过类似的状况嘛？不过那时候我很早就解除了。那这一次这样子展示呢，不是因为它技术变好了，而是我胆子变大了。哎，这太辛苦了啊，所以做这个先拿到的好处其实没有很多嘛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前面这个要右转的转进的这个主干道的部分，它的路肩其实是凹下去的，所以我就刻意减低这个制定最高限速，让它出去转弯的时候车速不要过快。那这样子我也成功的阻止我的前面不会被刮到地板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对于我的这个操控技术实在是非常的有自信。那现在我们要右转了，然后这个右转车道上面有很多这样子涂了奇奇怪怪的线，你知道吗？刚来这里的人应该就看不懂那个线在画什么嘛。不过这一次特斯拉没有被误解，可是到这边这个绿的部分，他又开始迟疑了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对地上画的这些线搞不清楚吧。前面也是要右转，然后请大家注意看那个方向盘。
你看这样谁可以 hold 住方向盘？我问你。好来，右转。然后呢，这个对面的车道是没有任何车啦，但是他就在那边等很久很久，你看一直不转，你看，还好我后面那个车蛮有耐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肯定被骂。那么这个左转非常的有自信，转的一个很大的幅度，想要去撞那台 Prius， 这可是把我们吓得不轻啊！但你看这个停止标志，他就开始在那边等很久。哎呀，快转啊！对面那台车在等我啦。然后你看，现在转得很有自信，还好他看到前面这个招牌，顺利的没有撞到那个招牌。好啊，这个右转，但这个右转的还不错啊，所以他做得好的时候，我还是要大大的赞赏他一番。前面的红绿灯就要右转了，但是你看右转的车道停了一排车，比如说像这台白色车，它其实没有直接停在这个右车道的停止线的前方，所以它前面还有一些空间嘛。但是特斯拉就被它挡住了，它没有办法开到那个空间去停下来等待右转，所以它现在还正在左边的这个快车道上面。那这样子是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如果后面也来了另外一台右转车，那他可能以为我要直行，所以他就会去停在那个白色车前面的那个空档的区域，然后等到绿灯的时候，那一台车也会右转，那特斯拉就跟着右转的话，它就会被那一台右转的车挡住，然后以至于他可能第一会选择直走，放弃右转，第二继续右转，然后被那一台车挡住，然后就会很混乱啊，所以这是蛮常见的状况。这次的左转也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左转，转了一个那么大的幅度，不过这次他要去撞那台红色车。好啊，马上接着就又要再一个左转，所以挺惊吓的。我们真的是一整天下来累得要命。好啦，左转，所以他要先礼让对面的车先走完。那这一点特斯拉就非常的保守，因为Waymo我们之前在 Arizona 搭过一次嘛，那他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开得很凶猛啊。那特斯拉就乖乖在这边等，非常的公良俭让那5个字怎么讲？哎呀，算了。好了，顺利的左转，而且非常有礼貌的左转。那我觉得特斯拉的导航系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到目的地的时候呢，就会直接停在马路的中间。每次喜欢停在路中间，这都不会找一个地方。